好，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节课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开启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画一个贵族的小少爷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这种风格的话呢，我平时自己画过的也比较多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来尝试一下吧。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人体和找的这个素材。那么贵族小少爷的话，一般来讲都是吸取比较多的一个欧洲复古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包括着装上面啊，包括它一个衬衫，然后马甲，如果说想要那个再多一点的话，可能来一点披风啊什么东西的啊，然后的领结啊，还有这些荷叶边啊，可能就会稍微的多一些啊，比较浮夸一些，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男孩子相比啊。然后在配饰上面的话呢，也可能会佩戴一些珠宝、珍珠，表现一个比较华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造型啊。好的，那我们也还是从第一步开始啊。人体的动态是参考真人吗？如果是比较难的话，可能需要参考一下真人，或者是找一下人偶。然后我用到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的就是普遍的，就是这种程度的话，其实已经可以默化了哦。就这种类型的话，如果要挑战一些稍微有难度一点的，比如说四肢啊，或者是躯干和你的那个盆骨，折叠度比较高的啊，透视性比较强的，那还是非常非常需要找参考的啊。现在大家如果摸不准人体的话，我是非常建议大家摸不准就去找参考，摸不准就去找参考啊。在前期花的工作多，比你后期盲目的去默化修改，来的那个作用要来的更大一些。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人体啊。这个人体的话呢，从脊柱的这个状况来看啊，它其实整体是比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啊，哎，有个这个胯部往前送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对不对？所以整体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中线啊，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放松的，它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的话呢，比例我已经在上面都标注了。那么今天画的这个人物，它的一个面部会比我们上回画的那个要稍微显得成熟一点啊。同样呢，我还是用一个剪影法去起草。有些同学上回跟我讲说用的不太习惯，没有关系的，你自己喜欢哪种方法你就用哪种方法起草就可以了啊，这个不要紧啊，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啊。我们还是我个人啊，还是从那个胸腔开始的我们还是要记一下上回讲的这个长宽啊，每次下笔的时候差不多就要到这样的一个比例啊，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差距，稍微有点差距是没关系的，不要太大啊。好，然后我们的这个胯部呀，跟我们的这个腰加胯，对吧？跟我们的这个胸腔啊，它应该是差不多等长的。嗯，可以稍微搞一个颜色深一点的啊，大概1/3左右啊，我们给它留一个腰的位置，这样我们看得清楚一点。好的啊，好，我们然后重新新建一个图层，我们这个时候给它把这个脑袋给它加上去。这波剪影的话还是一样啊，我们尽量做的稍微准一点啊，但是不用说非常非常的准，到后面的话我们都是可以更改的，对吧？
啊，这个头部小于胸腔啊，我们把它稍微调的小点，自己做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啊，我个人是习惯把这个头部呀，就是先不要合并，然后到下面的时候再看，整体的时候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加上我们的这个腿部啊。男孩的腿的话呢，我个人会稍微的给他加长一些，会比我们的这个胸腔啊长一点。小腿的话呢，大腿再长一点点啊。啊，这个脚，哎，这个脚的长度啊，就给它留一点，不要显得太小。男孩子的话，我们还是稍微把脚画大一点，特别是等他穿了一些，比如说球鞋啊之类的鞋子的时候。好的，今天这个肩部的话呢，咱们的宽度基本上也就在1.5左右啊，稍微给它打开一点。这里有一个交叉啊，所以我们把这个颜色呀稍微的弄重一点点，来表示一下。然后这个手的话呢，这边这个手的话就很自然的、打开。因为我这边想要拿一个那个手杖嘛，也是贵族的小少爷比较经常有的一个比较标配的这样一个东西。啊，手臂的这个长短的话呢，基本上都跟我们的这个胸腔差不多长，或者长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太长啊。病娇啊，也没有很病，就是比较我画的这个是比较傲娇的一个，有一点这种感觉吧。但是你可以把它改成病娇的，可以加个眼罩，然后这个人就是有一种那种那个笑起来的那种很变态的那种笑容，他就病娇了。贵族跟色图会不会？你在说什么？我还念出来了，在说什么虎狼之词？你这个人。
怎么说呢？这也是你的自由吧。但是呢，你稍微注意一下尺度啊，不然我讲作业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被封掉。啊，大致调整一下啊。哦，好，根据相关的比例，我们搞定了剪影以后呢，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剪影啊，给它用这个线稿啊做出来，把它做成一个人偶人的一个阶段啊，就是我们组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直接再进行一个造型就可以了。好的，整个地方的整个头部的1/2处，注意一下啊，这是我们眉毛的位置。然后下面一点点的地方就是我们眼睛的位置。脸部稍微把下面这个下颌骨稍微收一下啊，腮帮子胖胖的呢，显得幼态一点。收一下的话呢，稍稍成熟一些，呀，也成熟不到哪里去了，反正我画的。还是一样，我们用豆豆眼啊，表示出它这个眼睛的位置啊，稍微加一下眼睑就可以了啊，也是给我们后面的步骤呢，等于就是说做一个小标记吧。好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画啊。男生的这个胸腔，它的底部角度会稍微大一点嘛，90度，对吧？它就会形成这个上半身比较方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现在要给它补上一些斜方肌啊，对不对？之前在剪影上面没照顾到的，我们现在给它补上，根据结构啊。
好，底下这个大转子稍微会出来一些，但是不要太明显。同样，我们在做腿部的时候啊，这个今天也是一个短裤。腿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它的那个腿部肌肉做得太夸张，有一点点就可以了啊，有一点起伏就行。但是也要避免画成一个完全的直线啊。好，鞋子部分呢，咱们还是做一个分区就好了啊。这个当然不是水手服呀，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二个主题了。补一下它的透视线啊。因为它全部都是有衣服覆盖的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在做这个人偶人，即使外轮廓没有非常强的肌肉起伏，也不要紧。如果它是一个裸露的或者是一个紧身的衣服啊，那么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好的，到了画手的环节啊，咱们还是一样，我们先给它做分区啊，先把这个手掌的位置给它找出来。找出来了以后呢，我们找这个手部啊1/2的一个位置，整个手指跟手掌它是一样长的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注意啊，跟我们的剪影那些不太科学的地方，把这个手就要把它做科学。手指我们还是先给它分2节啊。
1/2的位置是我们的大拇指第一个关节处，这边连过来啊，跟这边齐平，是我们大拇指的第二个关节处。好的，然后把整个手呢，根据我们这个整个人体的比例啊，给它放大、缩小、调整一下啊。男孩子的手可以稍微的大一点，没有关系。好的，然后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啊。记住整个手指，它的长度就跟手掌的长度是差不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可以进行一些调整，放大缩小，让它符合这个比例就可以了。好，这其实的话，3个手指也是 OK 的，因为它有一个手杖，可能会挡住一点视线。两手差不多大啊。这个手杖的话，我先随便给它来一个长条，我先把它摆在那儿，让它看着像那么回事儿。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稍稍把头发大一点点。
然后等一下就是那个小猫咪的话呢，它就是会在这个位置，会在这个位置啊。我们也给它画一个范围，它是比较小。我搞了一个幼猫，小小的小猫。啊，吓你一跳，怎么了？哦，没关系，没关系。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嗯，接下来就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把这个造型给它落实下来啊。然后可能落实完了以后，还会再稍微的调整一下，这个都很正常。可能我们同样还是先从那个头开始，从脸开始。今天这个头呢，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少爷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马尔福，就跟那个会有一点点相似啊。怎么说呢？应该说是跟我心里的马尔福有点相似。我们先去画他的眼睛啊。呃没有完全背了一半左右吧。马尔福啊，哎，你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啊，花轮同学，对，花轮同学也可以。好，接下来我们来呃画一下左边啊。我们这个眼睛的话呢，这次画的会稍微的狭长一点啊。好，那下次我们就画一个花轮同学。
一般的话呢，这个眼睛画的处理的长一些以后我们这个人物那看起来呢就会高冷一些，或者说是攻一些吧其实他的眼瞳还可以更小一点，长长的。我比较偏好公还是说长得好看的就行。我自己画起来攻不起来，一般都是手。眉毛现在或者先对吧？等一下再根据整体的那个五官改一下鼻子、嘴巴，邪魅一笑。鼻子咱们先用一个三角形给它放在这儿，到时候画的时候呢，我们用色块，然后把它就是变成一个阴影。润色一下我们的眼睛，给它加上高光稍微优化一下我们的眼睑。好了，五官我们就暂时到这一步接下来我们把他的脸给他画上，我们稍微的把他的脸画的瘦长一些腮帮子的转折呢靠下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搞一下头发啊。这个头发呢，今天咱们是一个半背头吧，然后这个刘海的这个分开的这条路，这里不是在正中间，我们搞一个那种非常点的那种叫什么4、6分、3、7分啊，我们在边上啊，它的出发点都在这儿了啊，把两边头发就是在这条线路上面分开来的。好，我们先根据一个大概的感觉，我们把它的大致的一个外轮廓先给它做一下。这个主要是做个形状啊，大小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还可以给它单独的图层，我们可以放大缩小啊。头皮的超粗发缝，不会啊，没有特别粗，二次元怎么会有超粗的发缝呢？哎呀，分个大块出来，分个区出来先啊。28显老，呃，看脸了，怎么是显老，显成熟？颜控，画画的哪有几个不是颜控的？不是颜控怎么画画嘛？画不了，画不了。调整一下它的大小。男生是不是不能画嘴唇？也不是啊，如果你想画比较性感的嘴唇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的话，刻画的时候都是用色块稍微的抹一点点色块就好了。除非你是有那种特殊的喜好啊，会把男生的嘴画的比较的那种肉感，也有啊。其实还是很主观的，还是看你自己。嗯，好了，然后我们就根据它的这个分组啊，我们把它一点点的给它收拾出来就可以了。美少女战士里面，美少女战士，天王星可以。
谁是软饭男呢？夜里服假面吗？真的假的？好的，然后这个头发的话呢，大致之后的可以调整一下啊，看大家自己的喜好。那我个人的喜好是非常的喜欢那种，就是颅顶蓬松一些，但是它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会让你这个人物显得比较的幼态，坏处的话就是不够有那个成熟的气质啊。我好几次画那个城南的时候，都在编辑的逼迫之下，把这个颅顶给缩得非常的小。怎么又有这个词语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词语。收一点，好看一点啊。然后再根据这个领带子，我们再调整一下五官。微调啊，又到了我个人喜欢的微调时间。把这个眉毛稍微调高一点。
OK，出现了一个帅小伙的脸蛋子，把他最重要的脸蛋子就给他画好了。对不对？他就是这张脸一看就挺有钱的。这个眉形就跟之前的这个眉形就会有点不一样了啊。OK，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画他无关紧要的身体，也不能这么说。好，我们看一下啊，今天的整体造型的话呢，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大致是这个样子。衬衫加马甲啊，然后衬衫的话呢，我选取的就是像这种类型，它就是有个大袖子的啊，这个是我本人的一个癖好，每次画我都一定会安排一个这个样子的。先给它一个领子啊，也是一样，咱们先把这个整个的外轮廓先给它搞上啊。啊，对，今天呢是短裤，也是短裤。你们的水子，就是痴迷短裤，大概是到这里，到这里差不多。啊，这个袖子，它像这种蓬蓬袖啊，就外轮廓去做的时候，一定要做的硬一点，不要做那种软绵绵的啊，不要像这样泡泡一样，不好看啊。你这个外轮廓这个转折一定要硬硬的，知道吗？我们先把它包裹起来啊。这一步大家都很理解，对不对？它就是这么包裹住我们的身体的啊。然后，这部分是这样长长的，对。然后，这边会有一点花边啊，就是我们的荷叶边啊，又到了我们同学们最喜欢的荷叶边时间啊。那就这边这个袖子，对不对？然后那边啊，应该是这的，差不多，差不多在这儿，对吧？注意一下它的透视线啊，注意一下它透视线。基本上这个透视线应该是水平的啊，这个透视线非常重要。有时候衣服画的奇怪，就是在这几个透视线不对啊。它本身跟这个衣服啊和这个肉体之间，它肯定是存在一定的空间关系的，它才能有这样蓬松的一个效果啊。然后呢，它的领子，我是喜欢像这样的三角领，但是呢，我不想把它分开来，就是有点像那种不知道咋说唱诗班那种啊，它有一种合并的三角领，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就是把这两个三角形合起来就行了。重点在这儿，对吧？好，我们根据它的身体的一个起伏啊，我们去安排这两条线，这样子的一个三角形。
这边会有褶皱啊，我们把这个中间这条线先给它加上。然后这边这个小高领我不想做一些太花哨的，但同学们可以改啊，这个造型可以改，完全没有问题。你们可以做这样的领子啊，或者领结这些都可以改啊。我很喜欢这种很简单的小领子，感觉很闷骚。好，然后它套的呢是这样子的马甲啊，马甲，它底下有两个三角形的。马甲的话也是分几种款式，有一种是这样子分三角形的，我感觉它的形状多一点嘛，就是几何形状多一点，使得这个衣服它稍微的有趣一点啊。还有一种是底下是平的啊，我选择了这种啊。然后因为上面是有领子的缘故，它就看不太见了，对吧？然后这个领子本身，这个马甲本身它是比较贴合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好，这样子我们的大致的外轮廓就搞定了。怎么样合理的给素体穿衣服啊？它其实涉及到一个褶皱的问题，然后它那个褶皱问题的本质其实是一个体积的问题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首先得对素体的那个体积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这里把它当做圆柱体，这里把它当做长方体，然后这样子去转折，对吧？然后有一点点基本的那个透视，比如说这个人物它是一个仰视或者俯视状态的时候，你的水平横线那个竖的这个纵线啊，你得符合那个大致的一个透视线，对吧？它涉及到的东西比较多啊，也不是说你注意了一点就可以完全的把它做好。衣服本身的理解，两个物体挤压的时候产生的那个褶皱的一个特征，这些其实都应该要去做一下。好的，我们从这边这个袖子开始啊，然后这里的话呢，我们给它绑一个带子。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有一些衬衫在这里绑一个袖扣，对吧？那个不叫袖扣啊，那个叫不知道叫什么，反正是个绑带。这两个绑带一绑啊，那么这个肩线和这个绑带中间，它就会出现一些褶皱，对不对？我们给它连一下，这个肩膀这里是一个点，对吧？这样子就可以了。再三强调，这个肩线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而且大了点，这个我们给它改小一点。好，然后这边不是手臂抬起来了，这边肯定会有一点挤压纹，对不对？挤压纹我们都知道啊，它的一个纹路，中间的话应该是有点像这样子的小三角形，或者是小菱形，对吧？然后这边有一个结构啊，我们给它先补充上去先。
给它一个扣子，这边给它一个扣子，这边我们布料可以做一个开口啊，丰富一下它的细节。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哎，就是很大的布料一下子挤压到了这个很小的一个圈口上面，它肯定是有挤压纹的，对不对？往两边延伸一下就行了。啊，丰富一下它的外轮廓，你这看起来就像那么回事了，对吧？有一种被挤压出来的感觉了啊。这边呢，我们同样啊，也是先做一个比较硬的结构，就它这里有个绑带，有了绑带以后啊，这边肯定是会挤压过来的。我这边呢是袖子的中间，对吧？然后这个关节的地方，这边呢势必也会产生一些挤压纹啊。这样勾一下啊，这边就是凹出了嘛，对不对？凹出了就是一个三角形啊。这边有两块了，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凹处，它就凸起来了。凹处我们仍然是给它一个三角形，对吧？延伸到我们的袖子的末尾。好的，然后这里的话又是挤压纹啊。来了啊。然后呢，在这里我是打算给它来一圈荷叶边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在线稿的阶段给它就补充完整，我们到时候画那个色块的时候直接给它填上去就好，会更加的有效率啊。所以这块我就先放在这儿了。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荷叶边，荷叶边只要先把外面的这个波浪给它做好啊。然后呢，在这个底下末尾的地方进行这种小三角的一个安排，马上就很像了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啊，上半身差不多就 OK 了，是不是？啊，用了这样的马甲和这样子的一个衬衫啊。好的，然后这个马甲上面呢，我现在不做东西，但是我想要一点花纹，在到时候上色的时候，然后我参考的呢就是像这个样子啊，就稍微有一点那种植物的或者说是对称的纹理上去，比较有那种复古的、华丽的宫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都是后话。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进行一个裤子，裤子的话就是咱们就搞一个这样的小短裤就行了。裤子同样在我的这套衣服里面，它并不是一个服饰的特别的一个亮点啊，应该说亮点还是在衣服上面。
又找到中间的这条缝线啊，放松一点的去画啊，画出这条裤子的这个结构线。哦，是可以的啊，当然是可以的。喜欢长裤，你可以把它改成一个长裤啊。好的，然后这个裤子的话呢，这个绑带啊，咱们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袜带，上面呢搞一点。这个绑带呢，我看了一下，它绑的位置还挺多的。它可以是我个人习惯的话是这边嘛，小腿的一个外侧，但它有绑内侧，你看这里有绑内侧。有些人还可以直接放在正面啊。如果是绑外侧的话，其实我这两条腿刚好就看不到这个结构啊，到时候看吧。上次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我们可以在中间绑一个。啊，鞋子还是一样啊，就这样过一下，结构线就这具体的那个造型，就上色的时候直接来就可以了啊。这个脚站的是比较直的，所以它这边肯定是有一个膝盖。可以穿黑丝吗？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啊，也是可以。它也有穿黑丝的自由。这边的线条会比那边的线条要低调一些啊，克制一些。小腿后面的这根线会稍微的曲折一些。然后我们把这个手给它补上啊。就是在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另外的这个小指节呢稍微的明显一点了啊。男孩的手那个顶端呢不用太尖啊，钝一点没有关系啊。这个不用画指甲盖，因为这个我想给他搞一个半手套嘛，那就黑黢黢的就看不到指甲盖了啊。大家只要把它的一个大致的形状画出来就行了。
好哦，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熊猫咪叫猫咪，现在的框是出来一点。啊，这个小猫咪咱们画的是一个这样子啊，趴在这个尖头的，两个小脚站着，然后后面一半身体其实看不大到的这样一个。然后咱们画一个侧面啊，大小的话大家没关系，我们可以后面再调。它画侧面的话呢，其实跟画那个小孩的侧面其实有点像的啊。猫好朴实的评价，就这样的侧面啊，耳朵稍微就会有点这样的，有一边看得见啊，然后中间的话，主要是耳朵的内部，对吧？嗯，可以，小猫咪，它就像这样啊，就这样站着，它很小很小，所以它可以站在这个尖头上。
金项链也不是不行，戴金项链也是可以的。期待有同学画戴金项链的小猫咪。啊，我们今天这个小少爷的人体啊，我们就搞定了，造型也搞定了啊，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描线的环节啊，环节就稍微的有点可以唠嗑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一个详细的画眼睛过程。嗯嗯，我上节课画的还不够详细吗？眼睛好丑哦，眼睛眼睛这个东西吧，怎么画都行，多画几遍嘛，怎么会丑呢？眼睛那儿不太明白哦，哪里不太明白？跟我说说，画的不一样啊，真的啊，哪里不一样？哦，那是透视的问题嘛，那不是细化的问题，那就得去练透视。那个头啊，那个头不是有几个常用的角度的吗？对不对？什么45度呀，然后仰视一点点啊，俯视一点点啊。哦，这些你画过没有啊？你肯定得画过一遍啊，一遍总得画过吧，是吧？
那个头有个九宫格之类的，再配上眼睛，再配上五官的透视，眼睛轻轻画也很奇怪，那是不是你压感没开对呢？参考找也是要找的，主要是得理解一下它的原理。透视如果不理解原理，光找参考那可太难画了。一般应该不会是降低透明度的。如果一个笔刷需要你不停的降低、抬高透明度才能画的话，那这个笔刷用起来应该是非常不方便的。啊，没错，就是这些东西哦，对对对，就是这些东西，这些总得画一遍吧？要搞定透视，这些不画两遍是不可能搞定的。2遍哦，可以不要画这么多的，新手一上来画这么多的不太友好。你去画那个呀，去画那种9个就可以了，很多啦，这种花瓣里面很多，学习资料特别多。对，挑几个常用的画就行。有一些特别大的俯视仰视没必要啊，先把常用的画会了先嘛。啊，画这种上一剪和下一剪啊，我们都是用小小的笔刷去不停的勾勒它啊，不要直接一条线解决。啊，上一张还在细化是吧？好的哦，花时间把它做完，嗯，把它画完。顺便表扬一下啊，上张交作业的同学，哎呀，画的很好看啊，画的 very beautiful 啊，很多都很好看。有些同学，如果你画这个作业啊，现在感觉就是说临摹我的这个东西，相当的游刃有余啊，就是对你来讲很省力了，你感觉不到痛苦了，那你就不对了啊，那你就应该要去让自己痛苦一下，你就去做一个半原创啊，拿我这个课当一下你原创的一个过渡。
对，要画的很痛苦才行。如果现在已经画的比较痛苦了，那就说明这个难度对你来讲刚刚好，你就先去做临摹，不要去做任何让你更痛苦的事情。我看到有几个同学交上来，我能感觉到你画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是，哎，对你来讲完全在能力范围之内了。那你就提升一下难度啊。可痛苦，可痛苦，那就很好，那你就这样画，你就好好的把它从头到尾临摹下来，尽量的把它临摹到你最好的一个水平啊。注意啊，不停的旋转画布。咱们描线的时候呢，这个线条就干脆了，就不可以在那里蹭线了啊。就不像咱们画草稿的时候，哎，用橡皮擦多抹一点，少抹一点，去找到那个最适合的那个线，对吧？现在不一样啊，清爽一点啊，做一个干净的线稿。好，对，大胆的画，大胆的画啊，大不了就是画错嘛，这有什么关系？大不了就是对吧？问题不大。丑丑的嘛就对了嘛，丑丑的就说明这个难度适合你，对吧？画错了，对，其实有一点画错也没有关系，好看就行。这个指的是你整体没错，局部有一点不同，有点误差的时候啊，你一上来整体就错了，你肯定好看不到哪里去。不会的，不会的，尝试嘛。哪个画画人一上来就画的这么好看？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像这次的这个贵族小少爷的衣服，我个人觉得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啊。有些有能力的同学，你完全可以在色系不改的情况下，你把这个衣服的款式稍微改一改，做的浮夸一点，没有问题的啊。像这种你放再多的蝴蝶结和那个荷叶边上去，都不会怎么样的。它已经是一个浮夸的风格了。色系的话呢，这张加上排版，它是一个比较典雅的色系啊，大面积的黑白灰，加一点金色，加一点冷色啊。啊，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这个是 OK 的。动态这种重装饰的服饰的话，你去做动态就会稍微的难，有点冲突吧，也不是完全不能做。就像我上一套那个蝴蝶，其实就是很动态嘛，然后它那个风格其实也比较的
也比较的这种复古，但它肯定会影响你的。它动态大了以后，它那个服装很多是看不见的，这个没办法。啊，男生的人体峰值不会扭动的特别厉害，扭动的厉害显得他很怪，但是它可以大开大合啊。这个主要也是服装的原因。大开大合就是那个，比如说，振臂高呼啊，然后跳马鞍呐、那种动作，就比较有活力的那种动作，可以这样，懂吗？火影忍者那种。就是说它可以做很大的动作，但是呢，它做不到非常微的那种微动作，因为它一微动作，它一扭吧，就显得这个男孩子特别的奇怪。一个性感的大姐姐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可以，嗯，可以啊，比较的比较的小少爷，就是黑执事那个小少爷也是可以这个动作，嗯，可以用这个动作有蛮合适的。
倒立嘛，好好，倒立也可以，倒立呀、那你这个注意一下，它这个头发和衣服会受到重力的影响啊。对，这个姿势推荐给我画，我还真画过一个这个坐姿的版本，考虑到了很多因素。画级二，画级二，总得等2年吧？这么快吗？系统课呀，系统课明年没，明年再说。怎么可能？今年这个团练好了就要休息。那个坐姿喜欢吗，同学们？喜欢的话，其实我可以安排一个最后一个，但是坐姿它是有弊端的啊，就是它的衣服就不太看得见，它比较注重的是一个氛围。团练，团练，你现在在上的是不是团练？怎么回事？那你感觉我们现在在上什么？OK，浅浅加深一下啦，正片叠底。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进入那个叫什么环节？
那叫什么环节？我们就开始把它的那个对范围布起来。有一个同学他教了我一个还不错的方法，他说我教给你们啊，我感觉比我那个要好一点。巡视你的线稿，然后把它所有有空的地方，就是用这种色块补一下。而且比我那个还是要稍微要好一些的啊，要快速一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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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就这样补一下，总比你整个线画起来要方便一些嘛，对不对？西塔在推销我的系统课，你没有上过，然后你在那里推销我的系统课，哇哦，对呀，真好玩。我刚才我也在心里想，西塔上过我的系统课吗？我感觉我好像系统班里没有见到这个同学。上系统课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画作业，他们都上着上着就不见了，我好悲伤啊。就是如果你能画作业，那就再好不过了哟。哎，系统课只要能画作业，一切好说呀。系统课，贵好多，贵好多好多。对啊，他们上着上着就不见了，然后我去问的时候，他们就装不在，就再也不出现了，好悲伤。2000以内。好，巡视啊，巡视。还好，我也觉得还好啊。我感觉我系统课改作业改的那个叫一个呕心沥血，那是可以的。哇，那系统课上下来，我自己都脱一层皮。啊，改啊，是我改，我改，这个东西都不要紧，我脱一层皮也不要紧，就是画着画着怎么人都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上回我们班有几个人啊？我们班有50几个人，我们班50几个人，最后期末就给我交了5分，都忙，都说自己忙，忙点好，忙点虽然好，
但是有时间也可以画一点作业。对啊，你全画了交上来就是全勤啊。对呀，有好几个人课后跟我发誓哦，他们说他们这个月一定会交上来的，然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都跟我说忙完了这一波就会回来看我。我看他们连登录密码都忘记了啊，可不是吗？很悲伤的。对吗？记不记得小颖画的那个粉红色的裙子？我说画的这么好看，你画完给我呀。他就满口答应，然后他就不见了。嗯，他说他忙，忙点好呀，忙是挺好的。哎，你看这样子啊，这样子这神奇的操作看见没有？这个巡视一圈，把洞洞补上以后呢，就点一下这个最外面，但是这个时候这几个都要选起来啊。啊，那什么对所有图层取样都是选起来，选起来以后，你看啊，基本上就 OK 了。我感觉这个还是挺精准的，然后反向选一下啊，然后把那个线稿先去掉啊，它肯定会有点误差，但是基本上就是修修改改，还行。我来看看啊，来看看，嗯，你看，它还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这里有点，这里有点，我们手动修改一下，不错不错啊，我感觉这真的还蛮高效的。感恩那个同学，啊，那同学名字叫什么来着？那手动这边稍微给它补一下就行，我选区补出来就可以了。哦，非常好，对不对？很满意，very good。好的，这个方法叫啥？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叫啥，先保存一下，省得我们的 PS 崩溃。啊，保存好了。OK，我们现在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铺色了啊。好，我们用的颜色呢是这里的这个颜色，还是一样啊。我是非常喜欢去分组的，大刀阔斧的画上我们的肤色。肤色铺完，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
好的，我们的衣服主要是以黑白为主啊，然后难点的话呢，主要是褶皱、褶皱的刻画。其实大家如果基础比较弱的话，褶皱刻画还是有点。然后还有一些，上面会添加一些小的装饰，这个我们之后批画的时候再说，会完整一下我们的设计啊。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先做一个大概的铺色，装饰一绝啊，哪也没有了。嗯嗯，那细化嘛，细化总是会细化出一点东西来，细化跟铺色嘛，肯定是有点点差别的嘞。嗯啊，这个是衬衫，好的，然后是我们的马甲。马甲到时候做花纹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有些同学没有做过比较就是复杂一点的花纹，要灵活的运用一个对称功能，就可以做出有趣的花纹。虽然我也磨的对称功能，但是我可以复制粘贴给你们看一下。有 Procreate 同学可以尽情的尝试那个叫什么绘画指导还是什么，有一个功能，里面有一个对称的啊，可以做出很多有趣的图案来。像我如果要画什么魔法阵什么，我就开始换设备了。啊，对，绘画指引，对，啊，低头喝了一口水就跟不上，有可能搞一个渐变，裤子也是一样，它虽然是黑色，但是我们要搞什么？我们要搞出一点不一样的黑色，对吧？黑色，但是不能给它做的很单调，不是太斑斓的黑，对，也没有了，只是黑底，然后要搞点花样上去，不然它不华丽。
黑色是男人的医美啦，男的穿了黑色就会变好看。真的。要啊，就是给它来一丢丢的渐变。嗯，这个男孩子我后面还给他搞了个耳环，让他骚气一点，也是很复古的那种耳环，也，反正还是这句话，这种造型的话，他搞什么都不会很夸张，哪怕你全部给他搞成蝴蝶结什么，也不会觉得他很夸张。因为男的本来以前那种欧洲古代真的本身就穿的很夸张。你也可以给他穿裙子啊。哎，对对对，什么高跟鞋啊，高跟鞋后面搞个蝴蝶结啊，还有这种袜带呀、袜带上面放个蝴蝶结呀、还有那种丝袜呀，丝袜开头也是男的穿的嘛。法国那种什么洛可可时期那些男的穿的，其实拆开来看元素啊，它就是都是很梦幻的那种，包括颜色啊，粉色、蓝色、天蓝色、baby 蓝都是那种天使蓝，很多。只是因为他们脸长得有些中年的脸在那个历史的画像上面长得不是那种很美嘛，你就不会感觉到那个衣服它其实是很花哨的。拆开来看，特别像洋娃娃那个事情。搞一点半手套吧，我们搞到虎口的位置。是的。有啊，这半手套加上去，我感觉这人有点东西。成熟分析师手，还有这种职业。嗯，good good。有一点，有点这个意思吧。
好，小猫咪呀，小猫咪用一个灰色。熊猫咪，熊猫咪，为什么我不画黑色的小猫呢？因为画了黑色的小猫就看不清它的脸，哈哈，只能用一个渐变的这种画风之下，所以我搞了一个灰色的小猫。OK 啊，然后我们就搞一个全手账，直接用色块涂就好了。手账，创建剪切模板，有点金色，稍微的给它做一点颜色上面的一个隔断就好了。呃，这样差不多。好像这种的话，大家一定不要就是那个直线就自己在那里画啊，自己在那里画的话就太辛苦了。像这个其实也最好用一下我们的多边形工具，规整一点。嗯去哪了？然后我们复制一下，就平一下，搞个对称，就好了。好，可以，然后把这个手杖给它移过来。然后下节课去给它细化就行了。那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工作就做到这里啊，保存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呀？感觉下来应该还可以吧，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难度啊。好的，好的，有问题的话在群里问我啊。那我们就先下课喽，拜拜。